胖子里浪迹天涯来到泰国，边框遇上11岁天才少年，5000泰铢的奖金能到手吗？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咱们一起到泰国看一下胖子里的东南亚边框之旅。在泰国曼谷的朝阳胡同，胖子里遇到了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冠军，11岁的天才少年杰瑞蔡。见对手是一位11岁的少年，胖子里放出豪言，单局让30分，冠军奖金5000镑。对不起，大圣口误了，是5000铢。是胖子里边框成功，还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咱们球桌上见。胖子里一看小杰瑞这出杆，心里便有了8分底，拍了拍桌面，小船划得不错，路子够野，这5000块今天俺吃定了。胖子里在旁边比划着，这划船的方法我得学学，出去边框好使。咋还会带脚走位？惊出胖子里一身冷汗，小屁孩差点把我一杆打死。再来一套睡梦罗汉拳，胖子里心里顿感风清扬，透心凉。听说能从这胖子身上编出不少东西，咱们也得悠着点，放着打。由于是手机拍摄，画面有些模糊和抖动，咱们直接跳到比赛的后半阶段。胖子里毕竟是曾经世界排名前6的选手，久经沙场。虽然这颗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比分已然反超了16分。
打进绿球之后，胖子里还领先12分。小杰瑞想要赢下这一局，需要清到粉球。采用这样的随缘走位法，不太容易让胖子看出破绽。打一份就一定要用到窿，一定要用到窿。还觉得名字到位了，到位了。将白球藏5号后面嘛，那是不可能的。让你看一下当件事。再来一个破件式。再轻松打进粉球，5000泰铢轻松到手。嘿，胖子，这叫高手遇上蒙面人。还记得飓风那颗超高难度的粉球吗？俺也来表演一个。整天打雁，被雁啄了眼。胖子里握住小杰瑞的手问道：“你爷爷或父亲是专业球手吗？”不，他们只是篾将。这个孩子自带 BGM， 在英国他被称为奥沙利文武士。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火箭奥沙利文对阵英国的一位小孩的表演赛。很巧的是，这个孩子的名字也叫诺尼，因此英国的观众把他称为奥沙利文武士。既然是表演赛，哪能打得那么认真？当然要给小诺尼留下一些表演的空间。孩子，你的这颗进球让我想起了大澳的周小龙。打进这颗进球之后，你仿佛已经赢了6届世锦赛冠军、千杆破百的奥沙利文一世。小诺尼的心态很好，下场之后还给火箭调侃道：“我故意打不进，也是想给你留一些表演的时间。”这咋好意思，兄弟？他们看我都已经烦了，还是把时间留给你。这小诺尼有着惊人的表演天赋，我看交给郭德纲可能前途还更好一些。
小农里的架杆号称排名全英国同龄年阶段的 No.1，好吧，算我没说。这个中带还有一点奥沙利文武士的影子。昨天大圣又不争气的看了一场威尔士公开赛的资格赛，就是咱们国内的流量大明星对阵高阳的那一场。比分虽然很惊艳，4-0，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就没法说了。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让我不淡定的是比赛结束之后各大博主对这场比赛的评价。在这儿大圣也不怕得罪人，我就想说一句话，还要不要脸了？球打成这个样子，怎么又重返巅峰了？怎么又剑指冠军了？怎么又王者归来了？就昨天打那个球，别说碰见前16了，就是碰见前32，我想这个比分应该是倒着的4-0。咱们就别说火箭前几年的评价了，就说最近马叔、老张、萝卜、皇帝对他的评价吧。别人说的很含蓄，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一句话：商业活动太多，没有练球。当然，支持他玩物丧志的球迷会说，怎么样，他拿的冠军还不够多吗？中国有哪一位选手可以比得上？你拿一个试试。而且有这样言论的球迷还不在少数，大圣都懒得回复，只想说一句，你们开心就好。大圣想说的是，34、35岁正是斯诺克这项运动的黄金年龄，753节803巨头，无不是在这个年纪打出了自己的辉煌成绩。不奢求他像753节这3个老家伙这么敬业，至少克鲁斯堡他还没有登顶过，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世界冠军。大圣每次都不争气的继续看他的比赛，就是想看到他有真正的反思过，实现真正的王者归来。但是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到。今天的二哥吉米怀特打得再差，咱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以及崇敬的目光，因为二哥为了自己的理想从没有放弃过。业精于嬉而荒于嬉，小时候的那部动画片《骄傲的将军》，我希望他再翻来看看。本不想说，但是又说了那么多废话，大家今天就当我是唐僧好了。小农里这杆没有解到，并且形成了一杆飞波，但是火箭还是没有打飞波，毕竟是奥沙利文武士，面子总是还要给一些的。
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奥沙利文一世跟奥沙利文五世两位罗尼打了一场开心的比赛，并且给小罗尼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记忆。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装修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大圣。很多人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球，那么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呢？大家好，我是大圣。最近看到网上很多帖子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斯诺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咱们先来看一下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咱们先注意一下篮球旁边有一道 X 型的印记，这些都是刻苦练球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说明在11岁的时候，赵金童练球已经很刻苦了。赵金童199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从小跟随父母在深圳长大。12岁的时候跟随吴文忠学球，而这段视频拍摄于2008年，这时的赵金童才11岁，也就是说第2年他才跟随吴文忠学球。这时的赵金童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斯诺克天赋。看一下这杯咖啡的焦味，发力通透，力感极佳。此时的赵金童已经达到了一个业余顶尖选手的水平。上手便是豪横的一杆青苔，小小的年纪便展现出大师风范。看一下这腼腆而又清澈的笑容，跟14年之后英锦赛夺冠的笑容如出一辙。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赵金童射篮球的准度。都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这些艰苦周折的训练，又怎会有今后傲视天下的勇气？追的路上，歷遍多少創傷，在那張蒼老的面上，已記載了風霜。深秋雨日，前窗是電視，迫不得已的畫面，說再見。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面前。
唏噓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變遷。這在望着真笑容時，亦不知不覺的無言，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篮球到袋口的距离1.99米，全场3比16。打篮球点的练习是练习斯诺克最基础的一项基本功练习。至于到底难不难，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了。此时赵俊宏已经连进了40颗，而且全部都是粗细灭半，这简直就是一台进球机器。此时的赵云鹏说他感觉到有些累了。咱们看一下这个进球，打到第42颗才出现第一颗挂着布袋，这是真的有些累了。连进42颗，你能连进多少个？欢迎评论区留言。射进篮球点，全场3比16，欢迎大家拿起球来试一下。好了，咱们专心看球啊，收好了，好了很多了。但是这一局，当你在决赛当中听闻自己7个月大的女儿因病逝世时，你还能专心比赛吗？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世界花式撞球史上最为传奇的一场决赛，由美国的传奇球王火爆浪子史翠南对阵菲律宾的2号国宝弗朗西斯科·巴斯特芒廷，率先拿下17局的选手将获得本年度世界花式9球撞球锦标赛的冠军。现在的比分14比13，巴斯特芒廷暂时领先一局。面对这颗大角度的中带，火爆浪子选择强行进攻，一击中地。Well now, if he can get on this 4-ball championship。但是接下来4号球的这个脚位却出现了问题，低杆不够。接下来咱们就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规则了，因为这样的球型在黑八的规则当中同样适用。现在裁判在仔细的观察这颗4号球到底有没有贴库，因为在9号球的规则当中，选手的每一次击打都必须有一颗球要吃库。如果这颗4号球已经贴着库边，那么白球轻贴4号球将不算吃库。如果4号球没有贴库的话，那么白球就可以轻贴4号。很显然，这颗4号球贴着库边，那么对于史翠南的下一杆防守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能轻贴，只能选择移库往9号球的后面去选择防守。刚刚好掉到了一点点，算是一杆成功的防守。
巴斯德芒廷选择想要扎杆解禁，弧度稍微小了一些。看一下4号球的落位，这颗球还是漏了。旁边的6号球对白球的出杆造成了一点影响，史翠南这一杆算是出现了重大失误。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场比赛为什么会成为世界花式撞球锦标赛最经典的一场决赛。就在这场决赛进行到一半的局间休息时，巴斯德芒廷接到了妻子发来的短信，自己年仅7个月大的女儿不幸因病逝世了。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父亲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巴斯德芒廷强忍着内心巨大的悲痛，没有将这件事儿告诉组委会，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现场的观众、球员以及裁判都不知情。回到赛场之后，他甚至一直保持着比分的领先，他想要用这座世锦赛冠军的奖杯来告慰女儿的在天之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巴斯德芒廷在场上的每一杆击打，内心都在承受着怎样巨大的痛苦和煎熬。打进9号，此时这位铁人距离冠军仅差了2局。关键的第29局开球，虽然6号球落袋，但是白球也鬼使神差的洗袋了。看一下这位铁人的表情，真不敢想象当时内心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Strickland keeps given opportunities to get back in this. Sorry about that. Keeps getting back in this match that he probably didn't expect to have. He's been, in my opinion, ready to perhaps give up a fraction, but he's still in there shouting. And Earl has just picked the pace of his game up to the normal Earl pace. You see him starting to run through the balls. When Earl starts running through the balls, you better run for cover. Well, we saw Jeremy Jones put in a poor performance against Earl Strickland. Earl was certainly not on top form, bu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atch, Earl just let his natural ability flow, forgot about where he was, and just got on with the racks. What a time to come up and mug Bustamante here. It's the perfect timing, even though it wasn't how he designed it. I've got to tell you, I've watched this man play a number of years, and whenever he shoots fast, he shoots good. Once you stop thinking and worrying about the game and just got on get on and let. 这一局火爆浪子轻松拿下，扳回一局，现在比分14比15。Earl Strickland desperate for a proper break off with a shot at the 1 or the 2 ball. He's in the clear. 开球之后虽然有球下，但是8号和6号形成了贴球，这有可能会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吗？此时白球的角度，史翠南有机会一库去 K 铲8号跟6号，但是他却选择了一种自己认为更稳妥的打法。That only Earl knows how he's going to handle. If he hits this shot now, there's a possibility. 中杆击打6号球，让白球跟6号球来个移形换位。6号球3库之后用黑球挡住。这颗球虽然形成了吊球，但是也给巴斯德芒廷留下了一杆跳杆的机会。只要跳进就可以率先拿到赛点，并且握有冲球权。这几乎就是本场比赛的转折点。很可惜，6号球在袋口晃了2下之后停在了袋口，巴斯特芒廷错失拿到赛点的机会。咦，后面有一个金发小姐姐。再看一遍慢动作，稍微的跳薄了一点点，实在是有点可惜。Great judgment of the angles from Earl Strickland. He's trusted. Still has to be struck cleanly. Well, we've seen this shot miss this. 薄球切下，史翠南扳平了比分，并且手握冲球权。And our race to 17 becomes a race to 2. Oh, baby, stick around. This one just got tight.
冲球有球下，并且白球跟1号球的连接非常的完美。 So therefore, coming in on this World Championship. Given that Earl clears this rack, it'll be the first lead he's had in this. And all of a sudden, as you mentioned, how Well, he probably feels like he's gotten all the bad rolls that a man can have in one match. with the 8 ball. 咦，又是这个小姐姐。不过我还是喜欢我的博娃。 Oh, he did hit the 8 ball. Big mistake. 又是大角度的切球，这个球会有变数吗？ In fact, this is a little bit easier. It's off the rail. 完全没有问题。火爆浪子率先拿到赛点。 Queuing as well as he has through any time, like he may be on the verge. 关键的第32局冲球，居然有3颗球落袋。 But 这颗大角度的2号球进攻会有变数吗？空心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位。 does he have a shot on? 这颗3号球的中袋能够拯救巴斯特芒廷吗？ Oh, sure. He's got the red 3 in the middle. It was a clean strike on the 2. It never touched the sides. He didn't account for the 8, but he gave himself a chance to be on this 3. Still got to get this 3 in the middle. They're not the easiest of pockets, these middles. 再度打进，并且顺利的叫到了6号。难道比赛就这样要结束了吗？ The only man to win consecutive world championships in 90 and 91, on the verge of taking yet another title. 5-time U.S. Open champion. And here is the class of the man steadying down when others would fail. In goes the 7. 打进底袋之后，8号球留下了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也许是本场比赛最后的悬念。 He plays the right shot, he's going to give himself a chance at the 9. It's been a fantastic performance by his opponent Francisco Bustamante. But it looks like it's come undone. And the man who's done it is at the table with only the 9 ball. 一代铁人巴斯特芒廷，此刻你的内心在想什么？ We'll have to be comfortable on this shot. The pockets. 仅仅开赛第1天，便有3位世界冠军被挑落马下。本届德国大师赛注定不平凡。大家好，我大生。就在昨天，德国大师赛的正赛拉开帷幕，开赛的首日便冷门谍报，阿尔比兄、鲁提辖以及大嘴墨菲都在首日遭遇爆冷。其中，徐斯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5局，干掉墨菲这一场非常精彩。今天大圣带给大家的是阿尔比兄对阵咱们香港名将傅家俊的最后一局。从刚才的这杆进攻可以看到，完全不是赛大师的风格。今天的阿尔比兄明显不在状态，这一杆发力的中袋进攻，明显是想早点结束比赛呀。今天看到有些兄弟说神奇小子回来了，这样的比喻明显有些过了。对比傅家俊的职业生涯来说，昨天的表现也就勉强及格而已。要说重回巅峰，那还差着远呢。之前呢，很多兄弟找到大圣说想要改一改自己的动作。今天呢，咱们就边看边聊，结合傅家俊改动作血的教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动作到底能不能随便改。大概在2010年左右，大圣个人认为那是傅家俊自己的技术最巅峰的一个时期。现在大家注意看一下傅家俊的出杆动作，他的技术特点呢就是不运杆，在他的巅峰时期就是这个动作。但是当时他个人认为阻碍他更进一步的也是这个动作，于是呢，他找到了当时号称斯诺克第1教练的格里菲斯，帮他改动作。关于格里菲斯呢，大圣之前详细介绍过，皇帝、马叔、小特等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今天呢，咱们就不过多赘述了。当时呢，在格里菲斯的建议下，傅家俊改成了3次运杆，就跟隔壁桌墨菲的那个一样。格里菲斯作为一个斯诺克的传统老教练，让傅家俊这么改，相当于是重新洗牌，完全的从头来过。但是这样的大改对于傅家俊来说，带来的后果完完全全的就是一场灾难。在随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马口傅的成绩一落千丈。随后呢，傅家俊觉得自己有些适应不了，决定又改回之前的出杆动作。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已经有了一定的肌肉记忆，想要改回去哪有这么容易？傅家俊发现完全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于是呢，在跟格里菲斯商量之后，
把运杆的方式又改成了运一次。就这样又折腾了2年的时间，傅家俊发现自己还是完全的适应不了，用这样的方式完全达不到一个职业的水准。就这么着，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年，回头一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突然回不去了。只道当时是寻常，蓦然回首，傅家俊才发现，原来当初的第一套动作才是自己身体最适应的动作。当然，这中途折腾几年欠下的债，傅家俊要用一生去还了。现在咱们仔细看一下傅家俊的出杆动作，偶尔呢还会运一下，这些都是当年改动作留下的烙印。有机会呢，大家再去观察一下鹌鹑帮的帮主小特，他呢是现在准度最好的球员。有正面镜头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小特的运杆在最后一下拉出来之后，居然是歪的，直到皮头临接触到母球的那一刻才会自然的调直。这要放到传统斯诺克的说法，这就是出杆有问题。但是就是这样有问题的出杆，却让他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准的男人。就问你服不服吧？所以说呢，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协调性也不一样。你的身体能够接受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只要能自然顺畅的运杆，不影响你最后的发力，这样的动作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呀，兄弟们，没事儿就别老想着改动作，大多数情况下改来改去就是一地鸡毛。顺便呢再说一下，昨天呢有兄弟说他以前是一直用某品牌的皮头，看见大圣一直强烈推荐的汉美呢，非常纠结。还是那句话，媳妇儿不能随便换，但是换上汉美绝对能让你找回初恋的感觉。当你对这项运动逐渐失去热情时，最好的办法，一是换球杆，第二就是换皮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给你的球杆换上汉美，跟他重新谈一场恋爱吧。59. 66. 71. 72. 79. 80. 85. 86. 92. 今天的神奇小子虽然已经难以重回巅峰，但是作为这项运动最绅士的球员之一，傅家俊曾经的亚洲之光也曾经照亮过这片天空。作为中国军团不可或缺的一员，咱们也希望傅家俊的职业生涯末年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Hardcore throw, 98.
很多人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球，那么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呢？大家好，我是大圣。最近看到网上很多帖子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斯诺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咱们先来看一下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咱们先注意一下篮球旁边有一道 X 型的印记，这些都是刻苦练球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说明在11岁的时候，赵金童练球已经很刻苦了。赵金童199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从小跟随父母在深圳长大。12岁的时候跟随吴文忠学球，而这段视频拍摄于2008年，这时的赵金童才11岁，也就是说第2年他才跟随吴文忠学球。这时的赵金童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斯诺克天赋。看一下这杯咖啡的焦味，发力通透，力感极佳。此时的赵金童已经达到了一个业余顶尖选手的水平。上手便是豪横的一杆青苔，小小的年纪便展现出大师风范。看一下这腼腆而又清澈的笑容，跟14年之后英锦赛夺冠的笑容如出一辙。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赵金童射篮球的准度。都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这些艰苦周折的训练，又怎会有今后傲视天下的勇气？在那心碎的路上，歷遍了多少創傷，在那張蒼老的面上，亦記載了風霜。深秋雨日，前窗是電視，迫不得已的畫面，說再見。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前，唏噓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面前。這在望着真笑容時，亦不知不覺的無言，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
篮球到袋口的距离1米99，全场3比16。打篮球点的练习是练习斯诺克最基础的一项基本功练习。至于到底难不难，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了。此时赵俊宏已经连进40颗，而且全部都是粗细灭半，这简直就是一台进球机器。此时的赵云鹏说他感觉到有些累了。咱们看一下这个进球，打到第42颗才出现第一颗挂着布袋，这是真的有些累了。连进42颗，你能连进多少个？欢迎评论区留言。射进篮球点，全场3比16，欢迎大家拿起球杆试一下。好了，咱们专心看球啊，烧好了，好了很多了。激动人心的决胜局来了啊！开球，还是走这个方向，还好了，这一杆还好。今天开球里面算好的一杆，前几杆每一次开球都漏，再漏这样的开球就很危险。HT 呢还是很惊艳啊。算了，咱们不聊那些啊，专心看球。沉底，魔菲是肯定不会去打这样的球，这样的球也打了没意义啊。好了，又钓鱼，魔菲铁了心钓鱼。今天因为前几局尝到钓鱼的甜头了啊，觉得赵公子的长台今天不咋地。没去啊，对，别去啊！魔菲今天铁了心钓鱼。咱们的赵公子也没那么莽了啊，这个球换做小司机，你刀架他脖子上，他也得打。来吧，这个球防得不错。决胜局啊，更多的是拼的是心态啊。好球！怎么样？这一颗估计赵公子心动了。有没有回去的线路？一杆可以回去啊，但是呢，就怕掉就掉这一颗。是吧？一杆拉回去的话，有时候怕就怕漏就漏打的这一颗。哎呦喂，这一杆差的有点多啊！果然，有时候怕就怕这样的球。你下面的球可以防到，但是你打的这一颗打不进，就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了。来吧，现在考验魔菲心脏的时候了。那个球呢，他也可以选择沉底，他打左侧那一颗可以选择沉底。哟，魔菲这是要炸球啊！效果这一颗。但是白球好像不是很好校位。哇，这一颗莫非是有单叫，他没有选择，也是有点急了哈。这一杆如果拿架杆下低杆回去的话是有风险的啊，不白给。
他如果拿架杆低杆这样去叫篮的话，是有风险的。哎，这哥们儿看这样子不想去了，啊，不敢去了。你个老六，老狐狸哈，他不去了，跑了。啊，跑了。他又钓鱼。他看了这个位置了哈，他又来搞赵金童心态，来这个球中带他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了。来，裁判也在看。咱们不去啊。这个老狐狸啊，中带是肯定不能去啊，有是应该是有啊。下面这一颗，哎，给他挂走，白球沉底，好，不错。现在就看摩菲，现在上面这颗红球是一个变数啊，这颗红球，因为你白球往上面走的话呢，你要么就必须要贴库，你不沿着库边的话呢，你一旦把白球放出来，那么赵金童不打，我都支持他打。这个决胜局啊，开玩笑，英锦赛呀，仅次于世锦赛的大赛。莫非也还背着包袱，对吧？打一个业余球员，赢了胜之不武，输了你怎么交代？3年前就输过一次啊，防得不错，挡住了。要说压力啊，莫菲的压力是肯定比赵金童大。有一个打带跑，好球，好漂亮！看看白球的位置，来吧，赵公子，好，有向下的角度，角度稍微大了一点。哎呦，这个成熟了呀！这个不像赵金童的风格啊，这个球。因为呢，这个绿球咱们刚才从我们的角度看着不大啊，但是在现场的角度很大，而且距离很近。